经久百年，冰川消融，冰封的海族人复苏，人类已无力反抗。伟大的神明，信徒恳求，赐我力量，拯救人类于水火吧！赐尔神力，消灾除恶。必不辱使命。西方神明的信徒们，喊出神明的名字，继承他的力量吧！所以说，几百年前都是西方的神明继承者赶跑了海族人，拯救了我们人类。可惜九州无神，这座神像肯定还是西方的某位神明了。九州怎么可能无神？自从前几天穿越到这个世界，我就发现这个世界的九州人忘记了神明的存在。打个赌，王帅，我猜这次的神像是九州的。老大，你可别说这种异教徒的言论，小心被赶出去。大家安静，此次神明传承仪式正式开始。这三头六臂，这是什么神明啊？怎么长这样啊？什么神明？此乃哪吒三太子，正统九州神明。大主教加百列到，这就是大天使加百列的继承者啊！待我等继承神明后，尔等卑贱之人皆可拜入三头天使门下。哼，三头天使，看来有好戏看。卡尔，去喊出神明的名字，继承他的力量吧。是。伟大的米达伦大天使啊，信徒卡尔在此接受您的传承。上帝之下最强的火之天使米达伦，虔诚的信徒卡尔请求您赐予我传承之力吧！他是不是没喊出全名啊？不是你的神，你喊破喉咙，他也不会回应你。我们众神山的神，你们教廷怎么能唤醒？真是贻笑大方。教廷的阿波罗继承者来了。塞尔提斯，你去唤醒石像。是。格吕翁，赐予我无穷的力量吧！动了，神像动了！居住在大西洋加迪拉海湾厄利茨阿岛上的巨人，拥有三头六臂的格吕翁神明，请赐予我力量吧！怎么回事？难道不是众神山上的神明？大家不必惊慌，肯定是格吕翁的实力太强，塞尔提斯承受不住。将众神山上所有继承者全部召集来，肯定有人能受得住。快去把我们教廷的继承者也都叫来！别费劲了，你们派多少人来都没用。谁在大言不惭？速滚出来！这座神像乃是我九州神明，你们这帮西方蛮夷本就承受不起。哎，老大，你可别瞎说了。九州贱民也敢妄议？我说的是事实。这蠢货是疯了吗？西方神明，你这个卑微的爬虫，我倒想知道，他是你九州的何许神明？头戴乾坤圈，臂少混天绫，脚踏风火轮，手持火尖枪。快去让他闭嘴！三坛海会大神，天帅五岭神，天庭第一凶神，三界第一杀神，哪吒三太子，速显灵！怎么可能？万能的主，请赐我力量，消灭这个异教徒！伟大的父神，此子违背众神山的意志，我要替你审判他！三坛海会大神哪吒在此，尔等还不束手就擒？九州人继承了神力，是我们九州的神啊！哪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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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口！怎么，主教大人，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九州有神吗？放肆！你这异教徒，我要代表主惩罚你！就凭你，区区西方野神，看来这个世界的神明可洗牌了。陛下，华安省出现的神明被继承了，继承者是我们九州的一名男子，神明名为哪吒，
是我九州的神明啊！我九州终于有神了！大统领罗天，末将在，速领2万九州将士前去支援。支援？大主教和阿波罗必定不会放过这名男子，教廷和众神山都不会想让我九州继承神明力量。啊！他们想杀了哪吒的继承者？没错。继承神明又如何？等级修为太低，根本不配与我为敌。九州野神，接受审判吧！老大，休息！不是。老大，快走！加百列是战圣剑，我们打不赢。可恶！老大，休息！不是。老大，快走！加百列是战圣剑，我们打不赢。可恶！九州贱民，私自扰乱大会，抢夺神明继承权，今天就叫你付出生命的代价！庶子敢尔！加百列主教，在我九州太城杀人，是不是得先问问我这个太城大统领啊？我教廷主教审判异教徒，无需过问任何人。主教好大口气，想杀我九州子民，得先问问我的长枪答不答应。九州军人何在？在！你二人是想与我九州开战吗？教廷意下如何？在这里开战，牵一发而动全身，必定会引发世界大战。而且我等来此也未带重兵，寡不敌众。关于这小子，教皇自会下达旨意。你们九州定要付出惨重的代价。医疗班，立刻对大会伤者进行紧急救治，稍后转移到各大医院，不可怠慢。是。哼，人都走，他们却还留在这里。小子，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随我去军营再说。好。这是。欢迎来到主神空间。检测到哪吒在主神空间外等候，是否让他进入？主神空间系统，看来是我的金手指了，让他进来吧。少仙，等候多时。是因为我对你的石像喊出了你的名字，得到了你的神力传承，也因此你出现在了这里，对吗？是的，少仙。只是我有一事不解，九州这几百年来，怎未降下一尊石像？1000年前，星空彼岸出现裂痕，大批元兽跟异人从裂缝中涌出，企图冲击蓝星。东西方所有神明踏上天路，阻止异人元兽。100年间，西方神明凝造石像，回归蓝星，吸收信仰之力，实力大增。我等东方神明才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降下一尊石像。本以为无人认识，哪曾想却被上仙喊出了真名。上仙，感谢您能喊出我的真名，能让我接受信仰之力，还望上仙能普及战友们的名字事迹，祝我等早日战胜异人元兽。上仙，这是老君所炼的9转紫金丹，对修炼大有帮助，还请上仙务必收下。你且回去吧，战事要紧。告辞。他为何一直称我为上仙？在主神空间里，您就是天宇大道，即使红军之流来了，也要尊称您为上仙。恭喜宿主晋升至5图巅峰。好烫！已经到军营了，飞羽。哪里有水？那边。他这是怎么了？太好了！恭喜宿主突破到50巅峰。50巅峰，短短几分钟，连跨2级。太好了，飞羽，进步神速啊！哪里，都是运气好罢了。竟然在短短几分钟就连跨2阶，
此子断不可留。飞羽，这次见面会就是为了向世界宣布，我们九州有神，哪吒是我们九州的神，一定要牢牢记住我们的目标。放心吧，罗老兄，我自有办法。只是加百列他们也会出席这次见面会，我怕他们狗急跳墙，还请罗老兄多多关照。张飞宇先生，现在全网都在议论九州神祇乃是西方众神的一脉附庸，这是真的吗？明明是西方神明，却占为己有，真是不要脸！飞羽这个跳梁小丑，只能自食其果。这帮吃里扒外的畜生！飞羽，你要撑住啊！哼，今天到场的大半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串子，看你怎么下得来台。各位，稍安勿躁。系统，准备历史重演。好的。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各位不如亲自看看吧。不好，他要干什么？那么敬请见证。此乃九州神话哪吒闹海。铁匠交出哪吒，否则我水淹陈塘关，让你万千百姓为我而陪葬。老牲口，你儿作恶多端，残害百姓，杀他是为民除害。你若报仇找我一人，何故为难我父母？你杀我儿，父母也难辞其咎；杀你一样杀他们。都不许看，这是幻术，这是九州神明的幻术。哦，九州神明的幻术，加百列主教可是承认九州有神了？如果哪吒是西方神明，为什么他的父母是九州人？三坛海会大神与西方毫无瓜葛。住口！据圣经记载，世间万物皆是上帝所创。就算光明大天使是九州诞生的神明，那也是上帝创造，是上帝之下的光明大天使。真是可笑，西方创世说，西方不过是我东方神明摒弃的糟糠之地。信口雌黄，你以为你随口一说就是真理了吗？拿出证据来。证据？好啊，我这就拿出来。大主教，你可接好了。我这就拿出来。大主教，你可接好了。九州神话第1章，盘古开天辟地。共工怒触不周山，女娲造神补天，后羿射日。九州神明，我来证明，九州有神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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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羽小心！这就是众神山的神明吗？背后放冷箭，阿波罗，无耻！赵飞羽妖言惑众，利用幻术催眠洗脑，我不过是让他终止这场闹剧罢了。终止？你管这叫终止？这分明就是谋杀！哼，随你怎么说，现在闹剧结束了，也没有人员伤亡，你还想怎么样？看来你们也没什么戏可唱了，我们走。他们都走了。是，陛下。关于刚刚赵飞羽展示的，我都看到了，一清二楚。若是九州人从此只信仰九州神明，那么九州崛起便是指日可待。你且安排他回军营，之后我会派人接他来见我。是，明白。第7次淬体开始。恭喜宿主第7次淬体成功达到5尊初期。恭喜宿主解锁功法缩地成寸，咫尺天涯。哦，说来听听，这是什么功法？缩地成寸乃是一门折叠空间的神通，修炼极致，踏一步而知万里。以宿主现在的修为，一步只可100米左右。哼，足够了，就算一步100米。那也是一个逃跑神技了。飞羽，原来是罗天老兄，这位是……哈哈，请允许我自我介绍一下，我是本省总督张胜春。张飞羽同志，感谢你为九州神明证明，九州崛起，你将是最大功臣。哪里，
作为九州的一份子，都是我应该做的。那我就有话直说了，飞羽同志，总督直说就好。你是否对京城感兴趣？想不想随我去京城走一遭？京城倒是挺感兴趣的，不过为什么这个节骨眼叫我过去？因为京城里有某位大人物对你很感兴趣。教皇，您找我。九州无神，西方创世说已经在世上传颂了几百年，足足几百年，却被那小子几天就给打破了。你可知道这意味着什么？这属下不知。我亲自发布圣谕，三坛海会大神就是上帝座下的光明大天使。如今他被九州人拥护，居然打算在九州自立为王，这是对上帝的背叛。数百年来，九州乃至整个东方都是我西方的附庸，只能为我西方神明提供源源不断的信仰之力。赵飞宇的出现打响了第一枪，他是第一个，但绝不会是最后一个，不能为我教廷所用。他迟早成为撼动我西方神明的祸害。加百列和阿波罗远在他乡，虽然实力强劲，但苦于没有后援，2次出手均被罗天拦下。你率领10位天空骑士去跟加百列会合，这一次无论付出什么代价，我都要拿下赵飞宇的人头。你给我记住，我不要伤亡数字，我只要赵飞宇这小子的命。是，属下明白。给我重复一遍你的任务，海德尔。我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一定杀掉赵飞宇。真好。你指什么？在飞机上看着九州的山河，感觉到有一种山河无恙的安宁。不过都是些假象罢了。一日不拔除寄生在九州的西方神奇，九州便一日是西方的傀儡。迟早的事。警告：教廷敌袭！不好，教廷袭击！什么？我还不足以杀死赵飞宇吧？他身旁有罗天，肯定不足以致命。走，斩草除根。不好！教廷，无耻！海德尔，胆敢在我九州境内杀人！不愧是罗天，不过杀人又如何？教廷异端，人人得而诛之。罗天老兄，张胜春总督，我送走了，你快随我来。你回来干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你，快走！给我收！燃烧潜能，秘技天罗本劲！武器谁不会？不好，是圣勇！这招是教廷数1数2的单体攻击，你快走，我来抵挡。这种时候就不要硬刚了，罗老兄。这可是圣光从天而降的招数，逃跑能快得过光吗？不要再浪费时间了，你快走！秘技不好，来不及了！缩地成寸，上勇！命中了吧？怎么可能？他们逃了，难道跑得比我圣光更快？京城，我们到了。怎么可能？这是什么神通？你们可算是到了。我通知了军队，接下来我们将由他们护送。张总督，你难道也是被飞羽？是啊，赵飞羽抓住我们肩膀的一瞬，就跑到这儿来了。真是恐怖如斯，这小子前途无可估量啊！接下来的路应该畅通无阻了，我们进京面圣。我去，这么华丽！罗天见过陛下，赵飞羽属下带来了。知道了，你退下吧。陛下，我有一事禀报。讲。路上遇到教廷劫杀，教廷加百列、海德尔尽在其中。哦，你们是怎么全身而退的？是赵飞羽施展了神通，他以1步100里将我们送至京城。赵先生竟然有这等神通！这是一种压缩空间的神通，我还没有修炼完全。我九州神明可是都有这般神通。那当然，无与伦比的神通跟法宝，弹指碎星辰，挥手破万物。这么说，咱们九州神明可要比西方神明强大的多了。那是自然。
赵先生，你可知本王找你来的目的？不知。几天前，在我九州西南部曾经的神农架山区出现了神秘景象，暂不清楚是异宝还是石像。不过不管是什么，赵先生，劳烦你跟本王一起去。这地儿也太偏僻了，石像真的会降落在这里吗？赶紧弄设备，错过直播，下辈子都没这机会了。怎么又是在九州地界？喂，加百列怎么没来啊？加百列派去其他的任务了。怎么，你想他了？错过上次的神像，爱丽丝女王很是不满。不如海德尔老兄就行好，把这个让给我们如何？恕难从命，我还得靠他回去向教廷交差。得，九州也派人来，这下热闹。恭迎女帝！免了，这么夸张的排场，一看就是你搞出来的吧，张传杰。恭迎女帝，我们推算了日子，无论这里即将出现的是神像还是至宝，都在明天揭晓。很好，带我去那里看看。这边便是。现场亲眼所见，果然壮观。喂，这一处地方现在由我教廷跟众神山接管，闲杂人等赶紧滚蛋，不然可别怪我们不客气。接管？我堂堂九州的土地，什么时候被你教廷和众神山接管了？呼吸不了了。记住，这是九州的地盘，就是奥古拉来了，也得低着头跟本王说话。这次的神像，我志在必得。现在是由 BBTV 为您带来的现场直播，在神农架的密林深处，我们可以看到祥光笼罩，龙凤长鸣，到底是什么样的存在，在出世之时能够引来此等异象？就连九州女帝东方玉晓也来到了现场。来了。赵先生，这神像可是我九州神明。是西王母、瑶池金母、王母娘娘。当然。你可知其姓名？当然。看来又是一座我教廷的神像。话说得太早了，可别半场开香槟，最后被打脸啊！不过，既然人家九州是主场，就连女帝也到了，不如让他们先来吧。你说对吧，东方玉晓陛下？您总不会只是来看热闹的吧？这九州第一战力，若是再能有神明继承，那可是如虎添翼呀！等他说错神明的名字，九州就完蛋了。你别光看啊，这么明显的意思你能不明白？说话呀！确实，我应该让东道主做领头，况且女帝在此，我怎能抢先一步夺人所爱呢？来，我们欢迎东道主，跟我喊东方玉晓，东方玉晓，东方玉晓，东方玉晓。陛下，万万不可！传承过程十分凶险，万一说错名字，怕是万劫不复啊！不必说了，我相信赵先生。哼，他死定了。捉青群，入天门，拜瑶池，依金母，九光夫人，始阴之气，至西方，西华之至妙，动阴之极尊。如此祥瑞的气息，不会吧？还真要说出真名了？挡不了了，就是现在，阻止他！九州不能再有神明了。东方玉晓，有请王母娘娘。这下玩砸了！喂，教廷还不出手吗？哼，适应神明之力需要时间，全部杀光，一个不留！保护女帝！杀！哼，这些都是没用的杂兵，擒贼先擒王。休想靠近女帝！哼，阁下可曾听过一句老话：“三人成虎呢？”你拦着我，谁去拦着阿瑞斯呢？哼，不好，住手！阿瑞斯，缩地成寸。好姐姐，你再不行，大伙儿都歇菜了。哈哈哈哈哈！哪吒传人，可惜修为不够。
让我看看你能扛住几下！立即，战争之神阿瑞斯，战争极血之矛！不好！九州将士听令，退！九州女帝东方玉晓，在下众神山战争之神传人阿瑞斯，有礼了。不过恕我直言，你想一个人对抗我们所有人，怕还是有些难度。都撤得差不多了，起！妙妙妙中妙，玄玄玄更玄，动言俱言道，莫与是神仙。是结界，我们被困在这里了。阿瑞斯，没时间废话了，快了结他！伟大的战争之神阿瑞斯，求您再助我一臂之力，直入大罗天。秘技血色星云，秘技圣勇，天雷地火是。我的老天爷！你说什么？海德尔他？海德尔阁下在这次任务中牺牲了。九州女帝东方玉晓施展的法术，实在是……知道了，不必再说了。海族战争那边的汇报呢？都在这里了。知道了，你下去吧。现在我要专心对抗海族人的大举进攻，根本没工夫管九州这边。哼，两个神明又如何？只要九州人民还在信仰西方神明，我们就能源源不断地从九州获得信仰之力。我们的神明早已扎根在九州人民心中，任你九州出了多少仙神，都是白费力气。九州永远都是我们教廷的傀儡。不行，绝对不行！转变信仰万分凶险，怎么能将九州主要战力推向风险之中？现在正是最关键的节骨眼，已经和西方撕破脸皮了，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也没资本犹豫。改变信仰，就是现在！都别吵了，你怎么看？赵飞宇，网上的舆论都在讨论九州有神之后会不会转变信仰，不少大 V 发起了投票，结果显示也是多半支持。如今教廷忙着抗击海族，正所谓趁人病要人命，此时不做，更待何时？必须立即召集众人，更换信仰。我赞同赵飞宇的观点，就这么定了。准备4000精英将士，明天军营会场集合。你感受到了吗？什么？西方密探、教廷的、众神山的都有，他们个个都是武尊初期的高手，十分擅长隐身，以及掩盖自己的气息。要去解决他们吗？清理不净的这种东西就像蟑螂一样，暗死还会有新的冒出来。就让他们看着吧，让他们亲眼看看九州的崛起。今天大家不为生死集结在这里，只为转变信仰，从此只信我九州神明。九州不再是无神之地，从此九州再也不受任何人摆布。九州崛起指日可待。我们浓缩了神像的晶石，大家只要对着神像虔诚地说出神明的名字，即可改变信仰。那么谁先来？我来。罗天，退回去。前辈，你可是九州最强的男人，100年一遇的天才，军营里的宝贝，丢不得。而我只是个半只脚进了棺材的老头子，修炼了一辈子，也只是个武尊的普通人。这种事理应由我身先士卒。哪吒！卑职李波亮，完成任务。返老还童？你说什么？返老还童？修为还突破到了5升？正是，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教皇大人。可是主教大人，奥古拉教皇陛下现在正在忙着海族入侵一事，恐怕无暇。
算了，你退下吧，我亲自禀报教皇。教廷绝不允许新的势力分走信仰之力，我们和九州的战争恐怕就要开始了。这么多年了，我们12主神第一次遭受重创。海德尔是我最得力的手下，竟能死在九州这蛮荒之地。12主神只剩下11了，我们绝不能坐以待毙。这也是今天我召集各路天使聚集此地的理由。您的意思是开战？难道你有别的办法遏制九州如此迅猛的发展吗？不，我只是担心海族那边趁虚而入。现在开战无异于腹背受敌，可能无暇顾及啊。看加百列阁下的意思，是想放任九州发展，养虎为患了。不好意思，我从海族前线赶来，来迟了。来得正好，乌烈。你作为12主神天使之一，战斗经验和技巧都远远赶超在座的诸位。这次不惜让你从前线撤下，正是为了此事。现人内部消息，九州已将2座神像取其精华置于京城，即日起向九州发布最后通牒，交出2座神像精华，否则派出20万大军踏平九州。教皇大人，我听说九州人民上下正在转变信仰，现在我们说话的每一分每一秒，信仰之力都在流失。喂，你的意思不会是？只是有自己的神不足为惧，最应该提防的是信仰之力的流失。现在我们被九州强行拉上赛道和时间赛跑，根本没时间跟他们废话了。我建议即刻开战，阻止信仰之力的流失，迫在眉睫。说得好，吴烈，给你20万精兵，加百列作为副官随行，各部3天时间准备，3天后给我踏平九州。喂，吴烈，说什么为信仰之力争分夺秒，其实根本就是你自己好战吧？你个疯子！该死，根本不给我们喘息的时间。女帝经历上一次战争元气大伤，还来不及休养，现在开战无异于以卵击石。没有办法，这次教廷下了死手，根本不给我等备战的时间，突然宣战。你们先退下吧，我一个人静一静。殿下，殿下！检测到哪吒跟西王母在主神空间外等候，是否让其进入？让他们进来吧。圣先，三太子、西王母，你们来此所为何事？这段时间，前辈为我2人收集信仰，令我2人修为提升。这是老君用1人的奇花异草炼制而成的七星丹，还请笑纳。好，上仙可是有什么心事？实不相瞒，教廷得寸进尺，以20万精锐部队大军压境，逼迫我九州交付2位的神像精华。女帝上一战元气大伤，而我修为不高，九州能拿得出手的战力屈指可数。我们已经站在悬崖边了。西方蛮夷，实在可恶！这帮杂碎野神，天路之上贡献不多，却敢纵容那些继承者为所欲为，荼毒九州。上仙无需忧虑，只管应战。我有办法，定叫他20万大军来多少死多少。你要记住，要让九州星星之火传递下去，为这个国家奋战到最后一刻。父亲，你醒了，喝口水。谁为我更的衣？我在主神空间与西王母会面，得到了上品丹药，用内力帮你疗伤时褪去了你的衣物。我闭着眼的，绝对没有偷看。行了，你若是来看我笑话的，就下去吧，我没空和你贫嘴。大战在即，没想到九州悠悠万载，终亡于我手。你先别急，我正是来为你排忧解难的。什么？你还有办法？还请陛下换上衣物，随我来。还以为你要带我来什么秘密基地，结果只是来这种地方。我且问你，这游乐园能解九州燃眉之急吗？当然不能。你以为我在跟你开玩笑吗？国难在即，我等怎能在这种地方浪费时间？那我把你放在寝宫里，夜哭到明哭到夜，便能把20万敌军哭死不成？想救九州，就跟我走。
呜呼！自从进了军营，就没有这么放松过了。跟你一起玩就爽，你那些保镖直接把游乐园包场了，玩什么都不用排队。玩的差不多了，到底什么方法能救九州？快说！都到游乐场了，你就不能放松点？够了！你说有办法，我随你出宫；你说这里有方法，我陪你玩乐。到底什么方法能拯救九州？好，我说，你当心身体。如今九州只有2条路，要么俯首称臣，任人宰割，要么顽强奋战，抗争到底。九州作为西方附庸这么多年，人民一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底层，你一定不想束手就擒，不想为了一时的安宁，把九州精华拱手相让。即使如此，你问我如何救九州，我也要问你，附属于西方的九州，如同温水煮青蛙，将来必死无疑。现如今，神明降世是唯一的机会，九州的路还有其他的选择吗？你问我办法，方法其实一直在你心里，只是你不敢说。你怕一时足成千古恨，你怕千秋万载的血脉葬送在你的手里。可就算你今天什么都不说，九州一样会亡国，或迟或早。所以把那唯一的方法说出来吧，与其慢性死亡成为傀儡，沦为鱼肉，任人宰割，不如说出来吧。今天，现在，就在这里。九州，应战！应战！兵力悬殊，如何应战啊？这是战时最高旨意，不从者乃动摇军心，杀无赦。女帝真是疯了，这和送死有什么区别？诸位莫慌，教廷要的是神像精华，各位难道忘了？我有一计，实实在在的救一回九州。各位，今晚谁与我一同挽大厦之将倾？大统领，女帝想要以卵击石，极不明智。九州只是多了2尊神明，还有可能是上帝座下的，他就以为可以脱离教廷掌控吗？我们应该发动兵变，控制本省，宣布自立，投诚教廷。大统领，只要您同意，事成之后，我们直接拥立您为大敌当前，胆敢祸乱军心，唯有死耳。教廷大军，蓝星最强大的队伍，我们怎么赢啊？女帝为什么要应战？我看我们是死定了。要打就打，九州人憋屈了这么久，是该来一场大战了。我要报名，与教廷大战，有我一份。怎么还有些吃里扒外的声音？真是跪在地上久了，都不知道怎么站起来做人了。女帝能一人圈杀2大战胜，50余战士，她的实力这么强悍，一定能带我们战胜敌人。我也要改变信仰，支持九州神明。教皇，我等已准备完毕，随时可以出发。20万天空骑士，整个蓝星最强悍的队伍，必能将九州的女帝和虚伪神明攻破，消除异端，踏平九州。出发！我等必不负众望，凯旋而归。据情报，教皇出动了20万天空骑士。海族威胁在前，我方4大军营总共只能挤出4万士兵。这4万士兵的遗书都已写好了，也包括我的。你可不能死，你死了，士兵们的士气可就散了。人没有不死的，只是没有死在海族人手里，却死在了蓝星同胞手中，倒也真是一个讽刺。抬起头来，我王是来打胜仗，不是来听你们讲遗书的，都不许死！我等誓死追随女帝。即使我战死，也不会让敌人伤害女帝您。不，谁死你也不能死。如果这场大战我不幸身死，整个九州将会不遗余力地保护和培养赵飞宇成为新一任王。赵飞宇打破了九州无神的魔咒，乃是九州的希望。赵飞宇一定不能有事。黄河恶真二三彩，此劫神仙尽受灾。99曲中藏造化，33弯面迎风来抵。万年浪念修真客，谁道灵台结圣胎，遇刺总教重换骨。
风之左道不堪梅，内藏先天秘密，生死机关，外按九宫八卦，出入门。众将听命，入九曲黄河阵。九州只派了这么点人，真是无趣。怕是不能让我们杀个痛快吧？这些九州战士，是不是摆了个阵型？无妨，在绝对的实力面前，一切阴谋诡计都是空谈。碾碎他们！什么？这是怎么回事？人不见了！小心，这是阵法，大家不要慌，随我冲锋，破掉阵法。想破阵法，先过我这关。就凭你，还不是我的对手。哼，以为阵法是那么好破的吗？这是什么邪术？邪术休想挡我教廷大军！我来会会你。女王，我来护着你，你尽力维持法阵，不必分心。好，我只是武皇初期，运转如此大阵还是有些勉强，再加上教廷的进攻，整座大阵怕是也无法支撑太久了。女王，小心！保护女王，保护家园，让这群蛮子见鬼去吧！我不能就这样倒下，就算拼掉这条命，也要拦住教廷。天地三才阵，力量提升了，大家跟我上！什么情况？你变强了？这阵法到底是什么邪术？天地三才阵能增幅阵内所有人，对女帝本人却有巨大的消耗。可恶，系统的进度条还没走完吗？不到1小时，九州仅用3000条性命，便换了教廷2万人。不行，必须击破这诡异的阵法！可恶的九州，我要你们有来无回！圣光，击破阻碍正义骑士的阵法吧！是圣光，乌烈大人召唤了圣光。九州的阵法现在正在承受教廷最强的圣光攻击。不知道直播间的大家觉得是九州能创造奇迹，还是教廷能实力碾压呢？快看，阵法好像要裂了！啊！女王，可恶！难道我们真的要输了吗？系统，你再不完成进度，我们可全都要交代在这里了。救我！冲啊！没有了妖术，九州士兵就只是老鼠。就算没有阵法，我们也要拦住教廷的走狗，保护女王和人民。啊！九州依旧是下等阶级，永远不会有神眷顾。小心！罗将军，我罗天不会放弃任何一名九州士兵。还有我李波亮，就算是死，也要和你们教廷抵抗到底。阵法已破，就算罗天与李波亮没有受伤，也无法抵挡教廷的大军。赵先生，你可还有什么办法？可恶，还差一点，就差一点，强弩之末也敢叫嚣！所谓的九州女王，武皇级的高手，这就吐血了。我看你这境界也是强行提升上去的吧？什么九州有神，还敢叫嚣我西方才是神器之地？此等异端言行，全都该死！不过，你们若是全部跪下向我等主神求饶，或许主神会饶你们一命。你算个什么东西，让你爸爸投降？你还是先过来给你爸爸擦擦鞋吧！我九州人，宁可站着死，不会跪着生。打就是了，谁怕谁呀？异端，果然是异端！杀！九州士兵没有选择投降，而教廷也发起了进攻。投降吧，真的会死人的。到了这种程度，投降真的不可耻。不要再逞强了。不会的，九州不会输的。赵飞宇一定有办法的。冲啊！就算折损于此，我等也将会成为对抗教廷的绝强。赵飞宇，所有人快撤退，让我来对付他们！赵飞宇，你搞什么鬼？你搞什么鬼？开什么玩笑！现在最应该退走的是你吧？赵飞宇是九州未来的希望，这场战斗早已经是必死之举，包括我自己在内。
所有将士都将战死，但只要他活着，就能带领九州人重新崛起。放心，你们先撤退1公里。相信赵飞宇，这是九州军队居然撤军了，只留下了1个人。这小子死到临头了还装逼，让我们给他个痛快！哪吒传承者，去死吧！九州的反抗由你开始，那么现在也理当由你结束，是吗？神明降临！这是什么？这是九州的神明，哪吒3太子。小小鼠辈也敢犯我九州？光是说出话就有这等威压。那就是哪吒大神的真身。没想到那小子居然真的能让神明降世。他做到了。怎么会？是真神的威压？怎么可能？九州怎么可能有真神呢？一定是他使用的幻术，而且召唤出小孩子，连上帝的1/10威严都不到。你们对，一定是这样。他们说的没错，就算是真神，这也只是个小屁孩罢了。教廷的骑士们不要慌张，九州的神明除了女人就是小孩子，你们想想有什么好害怕的？今天就让我乌烈带领你们弑神。你疯了！你我都能感受到真神的威压，就算那神明的外形只是小孩子，你怕？我可不怕。我们2个大天使，再加上几万骑士，对付一个小孩神，还不是绰绰有余？骑士们，将圣光的力量集中起来，让我们一招秒杀他！区区2只大飞鸟，犯我九州者，虽远必诛！拼了！什么？那就是真神的一击。教廷的大天使，连带教廷的骑士，全都被击溃了。犯我华夏者，虽远必诛！刚刚九州神明的长枪喷射出了火焰，而九州赢得了这场胜利。我就知道，哎呦，我就知道，飞羽一定会做到的。哪吒下凡，我和上帝见面几分钟，就需要诸多法宝和信仰之力。可九州神明刚出现不到半个月时间，怎么突然就能进行投影下凡？因为九州神明就有如此实力，如果是10位、上百位九州神明，那……幸好投影是在九州西部，如果是在众神山，不，一切都还有挽回的余地。九州周围的小国纷纷向我们示好，恳求建立良好的外交关系。只接受凯尔特的，其他的不回复。当初那群墙头草与教廷同流合污围攻九州时的嘴脸我还记得，也得让他们尝尝恐惧的滋味才好。另外，教皇将每个月的1号定为觉醒日，允许九州满18周岁的学生来觉醒神明的部分传承之力。刚好，我现在宣布将哪吒神像以及西王母神像作为觉醒神像，只要在神像面前呼唤神明真名，发自内心的信仰，就能得到2位九州神明的部分能力。不管百姓选择呼唤九州神明，或者是西方神明，这都是百姓的权利，谁也不得干涉。我相信九州的子民。天气预报没说要下雨啊。这家伙又练出了一门神通。赵飞宇，你到底会成长到哪一步呢？虽是5尊巅峰，但修为尚浅，只是能引下数道神雷而已。我怎么又牺牲1件衣服？刚才打雷了，估计是要下雨，您带把伞吧。我看未必。什么？雷云消散了？这意思是雷云是赵先生引发的，怪不得被称为九州希望，简直了，强如真神。女王，你找我。你知道这次觉醒日选择东方神像觉醒的学生和选择西方神像觉醒的比例是多少吗？
我猜10比1吧。你猜对了，我想这是因为你在九州边境的英勇表现吧。我九州神明神通强悍，只要不傻，必然会选择。我只是展示了一些微小的力量。女王，大事不妙！何事竟能引得李总督这般惊慌？天灾大火！我是神王爱丽丝的弟弟，火神赫菲斯托斯的继承者。为向神明致敬，我已经改名为赫菲斯托斯。伟大的赫菲斯托斯先生，请问您有多大把握扑灭这场大火？你觉得我有多大把握？啊，好烫！您贵为火神，区区海族一火，定不费吹灰之力便可扑灭。虽然众神山跟教廷呈对立状态，但这场大火算是我人类与海族之间的无形较量。整个西方的大火，我都会帮忙扑灭的。至于东方，九州丧心病狂，击杀我兄弟阿瑞斯以及10余位众神山卫队成员，乃是异端。这一次，就让这场大火将东方烧个干干净净，一了百了。没错，火神说的对。从4大军营抽调将士，奔赴沿海，共抗火灾。女王，没有火神相助，仅靠人力怎么能扑灭海族一火呀？火神是西方的神，自然不肯协助我们东方九州。网上很多东方民众认为飞羽杀害了火神的弟弟，才导致火神不肯来帮助九州。无稽之谈，他们根本是挟私报复。如果这场大火真的严重到会毁灭九州的那一步，本王会亲自前往西方请求火神，我绝对不会让九州覆灭。灭火不力，我九州即将生灵涂炭，而我束手无策。女王真以为去了众神山，去了教廷，所谓的火神就能出手？西方和我们有共同的敌人海族，本王前往西方，众神山肯定会网开一面，拯救九州。如此，本王即使用自己的性命来换九州亿万百姓的性命，也值了。九州有如此君王，是九州之幸啊！其实我九州也有火神，同样可以灭火。什么？你说的是真的吗？咱们九州有自己的火神？九州有神，以火施化，封号赤帝。青青，你在说什么呀？哦，没有什么，我只是突然想起我的奶奶给我讲过的火神传说。老师知道，你的父亲转信了四方神明，还逼着你向四方神像觉醒，让你对他颇有怨言。但现在大火逼近，快回家和你父亲一起收拾东西，准备撤离吧。谢谢老师。奶奶，你说过青城有火神，一定能保护青城的，他一定能让九州免受火灾肆虐的。磨磨蹭蹭的干什么呢？没看到火已经烧到城门口了吗？死老太婆，都是她带我们搬家。西方的火被火神扑灭了，青城呢？九州呢？我们迟早死在这儿，就是因为你和你奶奶的倔样。奶奶，我相信你，我们九州一定有火神，他会拯救大家的。一场大火就让这些九州百姓倒戈相向，要求赵飞宇以死谢罪。我看九州也不过如此。赫菲斯托斯扑灭西方大火，收获了众多信仰之力，连教皇都对他赞赏有加，现在真是越来越自大了。怕什么？我可不是教廷那群废物，九州神明连一火都灭不了，还敢跟我较量？弟弟，不要掉以轻心，事情恐怕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姐，你太小心了，除非九州也出现一位火神，否则这场大火是不可能被扑灭的。但是火神是独一无二的，整座蓝星就只有一位火神，那就是我，赫菲斯托斯。希望你说的没错，一切都会顺利。可恶，普通的水根本浇不灭异火。啊，快看，那是什么？火还会从天上来吗？完了，青城完了，九州完了。刚刚那是什么东西？它砸下来以后，山上的火全都灭了。趁现在，快开车下山。那个方向是……青青，你去哪儿？吾有一人，光明四海，以火施化，号赤帝，掌管世间一切火种，
而此人便是火神祝融。刚刚的火球竟然是一尊新的神像，降落在火焰之中，难道他也和火有关？这是……俗话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这场火灾有救了。他就是九州的火神，我们是不是应该马上找人继承火神？别急，神很快就到。小心！老师，你怎么来了？青青，这里太危险了，快跟老师回车上。老师，我奶奶没有骗人，她说的都是真的，那是火神，我要去祭拜火神，请他显灵，救救我们大家。快跟我走！我不，那石像旁都是火焰，你去了会被烤干的。那是火神，就算我被烤干，就算我死了，我也想让他感受到我的信仰，感受到九州人民的信仰。火神一定会救我们的。青青，老师陪你去。火神就是看到了他有如此强悍的信仰之力，才会在此处落下石像的。虽然所有关于九州神明的典籍都已被毁掉，但老百姓们口耳相传的神明传说是不会消失的，而这就是九州神明的根基。青青，我们不能再往前了，这样你会被大火烤死的。不，我要去，为了我的信仰，为了青城和九州。青青，小心！完了，我们要被烧死了！火神，求你救救我们吧！劈焰架2龙，鏖战3000亿，石教火开先，炎炎驱10亿。南海之神，炎赤之地，九州之民，请相助导。火神祝融，请您降世，扑灭大火，拯救九州。吾乃火神祝融，昭显天地之光明，生柔五谷之材木。啊，怎么回事？所有的怪火都消失了。这不可能！当初我得到火神传承的时候，赫菲斯托斯本尊曾亲口告诉我，这个蓝星就只有他一位火神。可现在九州为什么也出现了一位火神，而且同为火神意志？九州火神似乎天生就要压赫菲斯托斯一头。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世间只有你一位火神传人？没错，赫菲斯托斯才是唯一的火神。什么狗屁九州火神，我怎么可能？这种威压！赫菲斯托斯就是一个蠢货，打乱了我的计划。这个祝融火神瞬间就解决了九州火灾，必会得到大量信仰之力，九州神明信仰将会被巩固。西方要从九州得到信仰之力难了。赵先生，多亏了你用千里传音告诉我火神真名，是你救了大家。恭喜你得到火神传承，将来九州关于火这方面，可就要拜托你了。不，我虽然得到了传承，可就只是一介凡人，掌管大小火焰之类的，怕是只能火神亲临了。有了传承之力，修为将会很快提升上去。等水神出世，二位相辅相成，更为妙哉。还有水神？既然有火神，当然也就有水神，只是具体要到什么时候出世，暂且还不可知。什么九州火神，不过是一尊不知名的野神，也敢冒充火神之尊。在整个蓝星，就只有一位火神，那就是我，赫菲斯托斯。我在此向九州火神发布挑战书，九州敢应战吗？赫菲斯托斯，卑鄙无耻！明知秦青只是一个高中生，居然还发起挑战。我觉得我们直接不做出任何回应，以不变应万变。说的是，实在不行，我代替秦青出战。飞羽，你觉得呢？我认为咱们应该应战。应战！赵先生，我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高中生，怕是无法战斗。此战与修为无关，这乃是信仰之战。我九州要得到更多的信仰，就必须要战上一场。这也是尊严之战。我九州被西方压制数百年，必须要扬眉吐气。这更是未来之战。我九州未来要站在蓝星巅峰，成为最强。